您真的以为这届世界杯我们中国队没去吗？这个话呢，只说对了一半。场上追着球跑的22个人确实没有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一支部队早已经悄无声息把赛场的里外内外都给包圆了。说句开玩笑的话，就是作战梯队还在营区里边复盘，保障分队已经全建制的拿下阵地了。先来说最核心的4个字：兵力投送。您可千万不要小看一场世界杯，几十上百万的球迷，他们跨城跨国的跑，一个赛场每天10几万人进进出出，这个调度的规模，这个组织的强度，说白了就是一场不带枪炮的多国的联合演习。墨西哥赛区官方配了800台新能源的接驳车，超过 95% 都是中国制造。我们的宇通、比亚迪是绝对的主力，球迷专线、球队的接驳车全都给报了。3大主办城市的轻轨是我们中国中车交付的上百台列车，一天能拉上百万人次，直达主场馆的门口。大家不要觉得造大巴、造轻轨不算是本事，你想，要适配当地的高原雨季，要适配配套，全程的运营，还要赶在开赛之前齐刷刷的全部到位，这个背后是整条产业链的硬实力，一般国家是真的玩不转的。再来说一说装备产能。本届官方比赛的用球大家都知道叫3重浪，是我们广东深圳造的，里面还嵌了500赫兹的传感芯片，专门是给 VAR 判罚喂数据的。您买的球衣，您买的围巾，您买的包括助威的喇叭，甚至官方授权的大力神杯的限量的摆件，70%都出自我们义乌和东莞。我们东莞的企业还拿下了最大款摆件的全球独家的授权。可以说10件周边7件是我们中国造，这放在战场上就是单兵装备、后勤物资的全民的动员能力。那么真要是到了较劲儿的时候，谁的产能更足，谁的链条更全，谁就能撑到最后。你看以前我们总说义乌的指数能够预测世界杯的冠军，这个呢还真不是段子。哪边的球迷下单更猛，周边卖得更火，那么自然哪边的人气和胜率就更高。说白了，我们义乌老板的订单表比那些球评家们的战术板，我觉得准多了。如果您还在世界杯上见过其他的哪些中国制造，请您打在弹幕区和评论区，让大家也见识见识，看看哪一个最冷门。另外呢，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指挥中枢，也就是天天大家都在吐槽的 VAR 裁判。很多朋友只知道 VAR 墨迹，不知道它是个啥。VAR 它不是场上跑的裁判，它是坐在后台控制室里面的一组人，这一组人盯着几十路高清的慢放，专门帮助主裁判揪进球、揪点球、揪红牌这些能够改比分的关键的错漏判，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球场上的后方的侦查组。那么您知道 VAR 裁判用的专用的显示大屏是谁做的吗？我告诉大家，海信。整个赛事的视频裁判中心、国际转播中心的专业的显示设备，几乎全都是我们中国品牌在撑着的。那么再加上全场的 AI 算力底座、数据中心的核心设备，是我们联想提供的。裁判判罚的准不准，全球直播卡不卡，全靠这些硬件来托底。那么这就相当于战场上的什么呢？战场上的 C4IS2 指挥系统。前台冲锋的是球员，真正定胜负的是背后的信息和指挥体系。甚至呢，我们看到这一次赛场的核心的安检，包括智能的监控，也有大量我们中国企业的身影。这一届世界杯安保的规格堪比国家级的峰会，科技安防这一套硬实力也是国力的隐形的比拼。那么说到这儿，朋友们，您可能反应过来了，就是从球迷坐的车、看的屏、买的周边，到裁判用的设备、赛事算的数据，一整套世界级赛事的底层支撑，全是中国工业体系在拖着。那么这就不是去不去的问题了，是这届世界杯如果离了中国制造，根本转不起来。我看网上总有一些调侃说中国除了男足，全都去世界杯了。这句话话糙理不糙，总结下来就是8个字：后勤拉满，锋线待定。能把一届世界级的赛事从交通通勤到周边制造，从算力显示到安防保障，从头到尾
全链条自己扛下来的国家，今天全世界掰着指头数一数，没有几个。其实呢，我认为足球和战争的底层逻辑是完全相通的。场上11个人拼技术、拼体能，那么最后拼的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、组织能力、科技实力。足球场上的冠军4年换一次，但是工业体系的冠军才是永远的赢家。朋友们，咱们今天呢用军事后勤的视角重新打开了世界杯。下一次呢，如果您在熬夜看球，就别光盯着进球看了，也要多瞅一瞅场外的大巴、场边的大屏等等等等。我是中南剑客，这是我的系列节目，从美墨加世界杯看百年变局。下一期节目呢，咱们聊一个最扎心的真相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撑得起一整届世界杯的工业体系，却凑不齐场上能踢的11个人呢？